你读过《三国演义》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你被它读过。你记得桃园结义，记得温酒斩华雄，记得三顾茅庐草船借箭空城计，你记得关羽是忠义，曹操是奸雄，诸葛亮是智决。这些印象不是你自己形成的，是一个600年前的小说家替你形成的。罗贯中不是在记录历史，他是在用历史的材料建造一套叙事工程。每一个虚构的细节，每一处偏离正史的改写，每一段被放大或被删除的情节，都有功能，都指向一个精密的叙事目的。这个系列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，把这台机器拆开。关羽投降过曹操，正史里就是一句话：建安5年，下邳城破，关羽降。没有土山约三世，没有降汉不降曹，那是罗贯中发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关羽是全书忠义叙事的核心载体，忠义之人不能投降，但史书白纸黑字删不掉，删不掉就洗。约三世把投降重新定义为有条件的暂留，过5关斩6将把代价拉满。读者看完记住的不是关羽投过降，是他为了回去付出了这么多，代价够大，投降就干净了。这不是文学技巧，这是叙事工程的承重结构。拆掉这一块，上面整个忠义体系会塌。类似的结构，这本书里有上百处。曹操第一次出场还没做任何事，一个字的改动就替读者把结论下完了。赤壁之战真正的指挥者是周瑜，但罗贯中在开战前埋了一块地基，让所有功劳在读者心中自动流向另一个人。每一处虚构都不是随手写的，它有位置，有功能，有上下游。我们一个一个拆。过去这几期东汉系列几乎没有在讲故事，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，把地基挖出来。外戚与宦官的绞杀，党锢的清洗，州牧制度把军权推到地方，这些不是三国故事的背景板，它们本身就是三国的根。三国不是从黄巾开始的，黄巾只是线段的声音。线段之前，乌堡已经立起来，部曲已经养出来，豪强已经学会不等洛阳。后来袁绍据冀州，曹操据兖州，刘表据荆州，看起来是群雄并起，其实只是那些早已成型的地方力量终于换了名字。东汉倒下的地方，就是三国站起来的地方。这个系列不会重讲东汉，但每一步追问为什么的时候，线索指挥的方向你已经见过。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所有人记得，没有人问。这句话本身是一种政治判断，他把王朝更迭写成自然规律，像四季，像潮汐，没有人需要为崩塌负责。但罗贯中接下来用120回做的事情，恰恰是反驳这句话。他写的每一页都在说，不是规律，是有人背叛了，有人窃取了，有人用刀剑打断了本该延续的东西。开篇第一句和全书立场之间的裂缝，这就是入口。建安5年，关羽被围在下邳，城破降，他余生都在为这一天付代价。建安13年，长江上烧起一场大火，一个人指挥了这场仗，另一个人拿走了所有叙事上的功劳。张武3年，白帝城，一个用了一辈子汉室这2个字的人，临死才发现这2个字反过来困住了他。建兴12年，秋风5丈原，一个人用27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做不到。这些场景你都知道，但你从来没有被问过，他为什么被写成了这个样子？是谁需要你这样记住他？120回，1800年，齿轮从第一个字开始转动。下期三国第1回，天下大事从何说起？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一个被伪装成常识的政治判断。我们从这句话的裂缝走进去。所有关于注定如此的叙事都是事后写的。有一种句子专门用来终止追问，它的结构通常是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天道循环，大势所趋。你听完觉得安心，因为它告诉你没有人需要负责，不是谁做错了什么，是时间到了。但你多想一步会发现，这种句子永远是赢的那个人说的，输的人不会说这是规律，输的人只会问一个字：为什么？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《三国演义》的第一句话，中国人几乎人人能背，它听起来像真理，但它不是真理，它是一个立场。公元184年甲子，太平道首领张角在冀州举事，8州同时响应，东汉帝国在这一年裂开了第一道缝。《三国演义》从这里开始讲故事，我们也从这里开始拆。
先看这句话在做什么。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他在宣布一条自然法则：帝国的分裂和统一像四季更替，不可抗拒，不可追问。这是一个极强的政治判断，但它被包装成了常识。接受这句话，你就默认了3件事：第一，所有分裂都是暂时的，最终一定有人来统一；第二，统一者顺应天道，不需要额外的道德辩护；第三，分裂时期所有的挣扎，那些死去的人、毁掉的城、消失的可能性，只是通往统一的必要代价。罗贯中写这部书是在元末明初，他面前的现实是蒙古人统治了将近100年，朱元璋刚刚结束混战，重建大一统。分久必合这4个字不是在描述历史，是在为当下的结果加盖印章。它的真实含义是：不要追问分裂怎么来的，不要追问统一的代价，接受结果，结果本身就是天意。但我们不打算接受，我们要去看那个具体的为什么。184年的裂缝不是天道循环，是有人做了具体的决定，而那些决定再也收不回来。演义用4个字解释东汉崩塌，桓灵失德，天子昏庸，宦官弄权，忠良遭戮，于是天下大乱。这是道德叙事，坏人掌了权，所以系统坏了。简洁有力，但不是真相。真相是一个结构问题。东汉的权力运转依赖3股力量互相制衡，外戚管朝廷政务，宦官管皇帝身边，士族负责把帝国的政令从中枢送到地方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一根扁担，两头是外戚和宦官在争中枢的控制权，中间那根杠连着地方，连着基层，连着实际执行力，是士族。扁担两头争了100多年，帝国没散，因为中间那根杠始终连着。但灵帝朝这根杠被人为砍断了。延熙9年到建宁2年，公元166到169年，2次党锢之祸，朝廷将士族中最活跃的群体定性为党人，不是贬官，不是流放，是禁锢。终身不许做官，子弟不许做官，门生故吏不许做官。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记载，牵连者数百人，波及门生故吏更不可计。海内涂炭20余年，诸所蔓延，皆天下善事。这不是打压几个出头鸟，是把一整个阶层从政治系统里拔掉。拔掉之后会怎样？地方行政没人做了，赈灾没人管了，县令的位子空着，或者坐着一个花钱买来官位的人。灵帝朝公开卖官，2000担的太守明码标价2000万，400担的县长数百万不等。买官的人上任第一件事是什么？捞回本。百姓在这套系统里不是治理对象，是矿。帝国的命令除了洛阳城，就再也找不到可靠的执行者。基层失控，空间就会被别的东西填上。张角的太平道用了10年时间，在8个州传教，信徒号称数十万，编为36方。不是因为他的教义有什么高明，是帝国把基层治理的全部空间都让了出来。饥荒的时候太平道施粥，瘟疫的时候太平道画符治病。什么样的人会信符水？不是因为他们愚蠢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信。你可以嘲笑符水治不了病，但当朝廷连一个县令都派不到你头上的时候，那个愿意站在你面前念咒的人，就是你唯一的权威。真空不会持续，总有人填。张角填了。所以黄金不是凭空出现的火，它更像一场风，吹过去才发现房梁里面早就被蛀空了。帝国的表面还在，骨架已经没了，但真正要命的不是这场火烧起来，是朝廷为了灭火做了一个再也撤不回的决定。中平元年3月，公元184年，灵帝在3件事之间做了选择。第一，解除党禁，16年的禁锢一朝撤销，士族重新启用，这是续命，终于把那根砍断的杠重新接上。第二，地方长官和地方豪强开始以平乱之名募兵筹粮，组织自己的武装。第三，任命北中郎将卢植、左中郎将黄甫松、右中郎将朱俊率兵出征。第一和第三都是正常操作，第二条是自杀。此前的东汉军队归中央调度，地方长官没有独立兵权。刺史，一州的监察长官，只管纠合不管打仗。你是一郡太守，你有行政权，但你手上没兵，要打仗得等洛阳派人来。但此后不同了，各地官员和地方豪强开始自己招兵，自己筹粮，自己维持武装，理由很充分，黄金遍地，中央军不够用，来不及逐一增援，你们自己先顶上。道理说得通，但权力一旦下放，就不存在临时借用这回事。这些兵谁招来的，谁发的饷，谁给的活路，忠于谁？不是洛阳城里那个他们从没见过的天子，是那个具体的每天跟他们打交道的长官。演义第1回里，刘备在涿郡招募乡勇，靠的是张世平、苏双、中山的马商出钱出马。
正史里，曹操在黄巾之乱中以骑都尉身份从皇甫嵩等讨贼，孙坚也在这场乱局里被推到军事舞台上，募得乡里少年随军。到了几年后的陶董时期，曹操才会在陈留散家财，合义兵。也就是说，184年不是所有军阀同时成型的一刻，但它打开了一个口子。从此以后，地方人物可以用平乱的名义拥有自己的第一批人。每一个后来的军阀都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不是某个人突然有了野心，是帝国亲手将暴力的授权交了出去，从此再也没有收回来。黄巾主力很快被平定，帝国看起来赢了，但兵散不了。那些被战争催生的私人武装没有解散的机制，也没有解散的理由。地方不太平，匪患还在，谁敢裁军？更重要的是，兵是我自己出钱招的，你有什么权利叫我解散？中平元年之后的东汉，版图上还是一个帝国，实质上已经是几十支独立武装的松散拼图。中央剩下的唯一功能，批发官职的名号。你叫太守也好，叫将军也好，名字从洛阳来，兵从自己口袋里出，名义是中央的，武力是私人的。这种撕裂维持了4年，然后被一个人用一道奏章变成了合法现实。中平5年，公元188年，太常刘焉，汉室宗亲9卿之一，上书朝廷，建议改各州刺史为州牧，以重臣出镇地方。理由冠冕堂皇，刺史权倾，不能镇压叛乱，需要给地方更大的权力。州牧意味着什么？行政权、军事权、财政权3权合一，总揽一州军政。一个州牧名义上还是朝廷官员，实际上已经接近一个合法的地方王。领地准了。刘焉自己也没闲着，他紧接着自请外放。本来他属意胶州，离洛阳足够远，后来听人说益州有天子气，当即改了主意，选了益州。入蜀之后做的第一件事，杀地方豪强立威，断绝与中央的共赴通道，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。提议这个制度的人，第一个用他给自己修了城墙。这就是罗贯中省掉不写的部分。从募兵制到州牧制，帝国在4年之内完成了一件事，把事实上的分裂变成了制度上的分裂。后面的董卓、联军、群雄割据，都是在一张已经碎掉的棋盘上重新抢位置。棋盘不是被他们打碎的，是帝国自己碎的。罗贯中不写这些，不写制度崩塌的具体路径，不写那道募兵制的不可逆后果，不写刘焉的算计，不写卖官的明码标价。他写张角妖术惑众，写天降异象，蛇卧玉座，雌鸡化雄，写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。他把一个制度性坍塌改写成了一个道德故事，坏皇帝宠幸坏人，引出了大坏人张角，好人出场平乱，天下于是进入英雄时代。为什么这么写？因为制度分析没有画面。14世纪的听众坐在茶馆里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的入口。旧的坏了，新的来了，谁好谁坏一目了然。至于旧的为什么坏，坏的机制是什么，哪些决定不可逆转，这些不是说书的语法需要的东西。但更深一层，道德叙事有政治功能。如果崩塌的原因是皇帝坏，那么解决方案就是换一个好皇帝，制度不用动，结构不用改，只要坐上去的人足够贤明，一切就能恢复。这是儒家叙事的底层逻辑，也是《三国演义》全书尊刘贬曹的起点。刘备代表的不是一条不同的路，而是同一条路上的一个更好的人。用道德解释替代结构解释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作为叙事工程的第一个特征。你读完第1回，会觉得天下是被坏皇帝和反贼搞乱的，你不会追问一个运行近200年的系统为什么在20年之内彻底瓦解，中间到底断了哪根线，是谁的手？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，已经替你回答了。那个回答是止痛药，不是诊断。从党锢到黄巾，从募兵到州牧，公元166到189年，23年。每一步都有具体的人、具体的奏章、具体的签押，没有任何一步叫做天道循环。所以当我们翻开《三国演义》第1页，读到那句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的时候，正确的反应不是点头，是追问谁碎的，为什么碎？碎了之后，不同的人面对同一片废墟，为什么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？接下来所有的故事都从这个问题开始。下期，一个卓郡之袭范蠡的人，一个沛国谯县的庶子，一个吴郡富春的县吏之子，同一年拥有了自己的第一批人。起点不同，选择就不同，路径不同，终局就不同。184年，3条路的原点。制度消失之后，人往哪里退？退回最小的信用单位，血缘、同乡、誓言，共同杀过同一个人，共同挨过同一场恶。这些东西不写在纸上，
不盖官印，不能上诉。但在没有法律的世界里，它是唯一能让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明天不会在背后捅刀子的东西。和平年代你不需要这些，有契约，有法庭，有军队替你执行规则。但当所有规则同时失效，当帝国的暴力垄断碎掉，当地方官可以随时被杀、被换、被一支流民军赶走，你只能回头看看身边站着的人，问自己一个问题：这个人可以把命交给他吗？中平元年，黄巾起事，涿郡贴出招兵榜文。一个卖草鞋的人站在榜文前面叹了口气。刘备，字玄德，涿郡涿县人。演义给了他一个非常精确的出场。那人不甚好读书，性宽和，寡言语，喜怒不形于色，素有大志，专好结交天下豪杰。不爱读书，话少，不露情绪，爱交朋友。这4条加在一起，画出来的不是一个读书人，不是一个武将，是一个组织者。他的家世演义交代得很克制。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祖父做过县令，父亲早亡，母子相依，范据织席为业。正史补了一个细节，《三国志》先主传记他少年时和同宗刘德然一起拜卢植为师，旅费是刘德然的父亲刘元起出的。刘元起的妻子说：“各自一家，何能长耳如此？各是各家，凭什么老资助他？”刘元起回了一句：“武宗中有此儿，非常人也。”注意这句话，一个远房叔叔愿意替他出学费，理由不是他聪明，他成绩好，是这个孩子不一般。什么叫不一般？说不清，但你见到他就觉得这个人以后会成事。这就是刘备这辈子最核心的资产。他没有钱，没有兵，没有地盘，他有的是让人愿意跟他的能力，你可以叫他人格魅力，但更准确的说法是，他让人相信跟着他有未来。28岁这年，他站在涿郡的招兵榜前，一无所有。一个声音从背后响起来：“大丈夫不与国家出力，何故长叹？”张飞，字翼德，涿郡人，家中颇有庄田，卖酒屠猪。演义写他的相貌：身长8尺，豹头环眼，燕汉虎须，声若巨雷，势如奔马。正史里的张飞几乎没有外貌描写，但有一个信息比外貌更重要。《三国志·张飞传》里，裴松之注引《零陵先贤传》，说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。爱敬君子对读书人客气，不恤小人对下属苛刻。一个杀猪卖酒的人，偏偏对读书人客气，这个细节比豹头环眼重要得多。它说明张飞不是一个简单的莽汉，他有自己的价值排序。他尊敬他认为值得尊敬的人，这样的人一旦认定了谁，那就是到死。刘备答他：“我乃汉室宗亲，姓刘名备，欲破贼安民，恨力不能。”张飞说：“我有资产，当招募乡勇，和你一起干。”一个卖草鞋的人和一个杀猪的人就这么在榜文底下碰上了。没有人介绍他们认识，没有人审核他们的资质。帝国的选拔系统、察举、征辟、院属，这些东西和他们没有关系，他们在制度之外。在制度之外的人要想做事，只能靠碰，碰上了就是命。2个人转身去喝酒，酒还没热，门外进来一个人，身长9尺，髯长2尺，面如重枣，唇若涂脂，丹凤眼，卧蚕眉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关羽，字云长，河东解良人。演义写他推着一辆车来的，但紧跟着补了一句：因本处世豪，已是伶人，被吴杀了，逃难江湖5、6年矣。他是逃犯，杀了人，跑了5、6年，从河东到涿郡，横跨半个北方。一个人推着车在路上走了5、6年。正史对关羽的早年记载极简，《三国志·关羽传》只有一句：亡命奔涿郡。亡命，逃命，连杀人的原因都没有。但亡命这2个字已经说明了他的全部处境。一个亡命之人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已经被旧世界除名，户籍没了，乡里关系断了，家回不去了。他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。没有身份的人最需要什么？归属。他需要一个地方，一个人，一个组织，让他重新成为某人，而不是路上的一具流浪身体。刘备问他来历，他说来历。刘备把自己的志向说了一遍，关羽留下了。你注意，他几乎没有犹豫。一个在路上走了5、6年的人，遇到一个让他觉得可以跟的人，决策是很快的，因为他等这个时刻等得太久了。第2天，张飞庄后面有一片桃园，花开正盛。3个人备下乌牛白马祭礼，焚香再拜，对天发誓，念刘备、关羽、张飞虽然异姓，既结为兄弟，则同心协力，救困扶危，上报国家，下安黎庶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备义忘恩，天人共戮。
这段誓词演绎写得郑重，我们当然可以把它看成义气，但如果只看成义气，就低估了它。因为在东汉末年这种世界里，官府已经靠不住，法度已经靠不住，普通人之间想要合作，最难的问题不是我们想做什么，而是你怎么证明到了生死关头你不会抛下我。桃园结义真正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不是三个热血男人喝完酒以后随口说一句以后一起混，他把一句话说到了最重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们不是只共享利益，我们共享风险。我们不是只在赢的时候站在一起，我们在死的时候也站在一起。这就是乱世里最原始也最沉重的信用。这不是把桃园结义说小了，恰恰相反，这是把它说重了。因为后来的历史证明，对刘备、关羽、张飞三个人来说，这个誓言确实有效。关羽被围被俘，曹操给他极高的礼遇，封侯赐马，后代有加，可他最终还是回到刘备身边。张飞从涿郡一路跟到白帝城，几十年颠沛流离也没有离开。这当然有他们个人的情谊，但还有一层更现实的原因，他们三个人谁也不是在一个稳定制度里向上升迁的人。刘备有汉室宗亲的名分，却缺少兵马和资产；关羽有武力和胆气，却没有稳固身份；张飞有庄田资产和地方根基，却缺少政治名义。单独看他们都不完整，合在一起他们才成为一个最小的势力单位，一个有名分的人，一个有钱粮的人，一个有武力的人，在制度之外拼成了一个可以活下去，可以招人，可以起兵，可以继续往前走的共同体。所以桃园结义不只是浪漫，它也不是简单的江湖义气，它是东汉末年制度崩坏之后，三个边缘人物在废墟里建立出来的第一份秩序。正因为外面的世界不再可靠，他们才必须彼此可靠；正因为天下已经没有人替他们担保，他们才只能用命替彼此担保。几年后，另一个人也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起兵。曹操字孟德，沛国谯县人，祖父曹腾是大宦官，权倾朝野，父亲曹嵩官至太尉，这个太尉也是花钱买的，1亿钱。他的起兵方式和刘备完全不同，曹至陈留，散家资，募义兵，同时孝廉魏宏资助曹操，一个本地有钱人出资赞助。然后是曹操的宗祖曹仁、曹洪、夏侯惇、夏侯渊，一群同姓同族的人聚过来。看见区别了吗？刘备的班底是什么？2个陌生人，一场誓言，一片桃花。曹操的班底是什么？家族财富、本地人脉、血缘宗亲。刘备靠义，异姓兄弟的誓约；曹操靠族，同姓血亲的天然绑定。哪一种更可靠？短期看，曹操的方式稳定得多，血缘是不需要维护的信任。曹仁、曹洪这类宗族亲旧和曹操天然绑得更深，曹操倒了，他们也很难独善其身。利益天然绑定，不需要誓言来加固。长期看，刘备的方式天花板更高，因为义可以扩展，赵云可以加入，诸葛亮可以加入，任何人只要认同这套叙事，都可以被纳入兄弟的外延。但族的扩展有边界，外姓人才可以被任用、被重用，却很难天然拥有宗族核心那种第一层信任。曹操后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他一辈子都在处理宗族核心和外姓人才之间的张力，但这是后面的故事了。此刻是中平元年，3个人在桃花树下跪完，站起来，刘备最长是大哥，关羽第2，张飞最幼是三弟。张飞出钱招募乡勇，演义里很快聚起500余人，村里打了兵器，又有2个中山大商张世平和苏双常来涿郡贩马，见备有大志，多给金帛相助，送了50匹良马，这是全部家当了。500人，一些刀枪，50匹马，还有一点商人资助来的金帛。对一个卖草鞋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他第一次拥有组织的形状。后来袁绍起兵靠的是43公的门生故吏网络，曹操起兵靠的是家族财富和宗族亲旧，孙坚一路往上走靠的是军功和地方任职，他们都有可以借力的旧结构。刘备什么都没有，他有的全部东西就是2个愿意跟他去死的人，但后来的事证明这就够了。从涿郡起兵到白帝城托孤39年，天下所有比他条件好的人，袁绍、袁术、刘表、吕布全部死在他前面。不是因为他运气好，是因为他那个最小的核心，那个由一场誓言绑定的3人单元从来没有碎过。一个组织可以失去地盘，失去军队，失去一切，但只要核心没碎，它就能重来。刘备重来了无数次。从桃林里走出来的这3个人，下一步要去找仗打了。黄巾军正在涿郡方向涌来，他们的第一场战斗，也是整部《三国演义》的第一场战斗即将发生。下期《三国演义》第1回出阵，500人对5万黄巾军。
这是一场不可能赢的仗，但演义需要他们赢，因为英雄的第一场仗定义了他此后所有故事的调性。罗贯中在刘备的第一战里埋下了一个贯穿全书的叙事密码。一个人最难受的时刻，不是门完全关着，门关着，你知道自己进不去。真正难受的是，门开了一条缝，你以为自己终于可以进去，走近了才发现门里还有一道坎，它不高，却正好卡住你的脚。你已经证明自己有用，但有人还要问。中平元年，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刚从桃园走出来，第一道门开了。黄巾军来了，演义写贼将程远志统兵5万来犯涿郡，刘焉命校尉邹靖出战，又让刘备、关羽、张飞带着500乡勇随军而行，500对5万，这就不是寻常战事，它更像给三兄弟安排的第一次亮相。英雄不能在平地上出场，必须站到一个看起来赢不了的局面里，赢了才有光。大兴山下，两军对阵，黄巾军旗帜连成一片，尘土从阵后卷起来。刘备这边只有500乡勇，很多人昨天还是农人、屠户、贩夫，今天突然站到战场上，刀枪刚打好，马匹刚牵来，手里的铁还没有真正饮过血。这时候，黄巾副将邓茂出马，张飞第一个冲出去，演义写得极快。张飞挺丈八蛇矛直出，手起处刺邓茂翻身落马，没有大战30合，没有试探，就是一矛。这一矛刺死的不只是邓茂，他刺破的是500乡勇心里的怯。刚才他们看见的是5万人，是压过来的尘土，是对面密密麻麻的人头。邓茂落马之后，他们第一次看见对面的人也会死，第一口气顺过来了。程远志大怒，拍马亲自来战，于是关羽出场，青龙偃月刀，冷艳锯82斤。演义第一次写关羽出手，就把人和刀绑在一起。读者记住关羽，不是先记住他说了什么，而是先记住一幅画：赤面长髯，一柄大刀，纵马迎敌。云长舞动大刀，纵马飞迎。程远志见了，早吃一惊，措手不及，被云长刀起处挥为2段。张飞杀副将，关羽斩主将，这个顺序很讲究。张飞负责撞开战场，关羽负责盯死胜负。一个是雷，一个是刀。雷先炸开，人心动了，刀再落下，敌阵散了。程远志一死，黄巾军大乱。刘备这时候挥军掩杀，众贼见程远志被斩，皆倒戈而走。玄德挥军追赶，投降者不计其数，大胜而回。这一战之后，三兄弟第一次有了功劳。《三国演义》第一回的回目叫“宴桃园豪杰三结义，斩黄巾英雄首立功”。前半句是桃园，后半句是战场，这2个动作必须连在一起，只结义不立功。三兄弟只是江湖故事，只立功不结义，他们又只是临时拼起来的一支乡勇。罗贯中要的是把誓言和战功绑在一起，桃园证明他们为什么能站在一起，出阵证明他们站在一起之后确实能做成事。所以这场仗不能不赢，哪怕他在正史里描写少得多，哪怕程远志、邓茂只是小说里为了第一战准备的敌人，罗贯中也必须把这一刀一矛写出来。因为刘备集团需要第一次被读者承认，这3个人不是只会喝酒发誓他们能打。但故事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不是他们打赢了，而是他们打赢以后，帝国怎么给这份功劳定价。正史写这一段只有一句，《三国志·先主传》说，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，除安喜尉。讨贼有功，授安喜尉，史官把所有热闹都收掉，只留下一个结果：有功，做了县尉。安喜尉是什么？一县之中负责治安缉捕盗贼的小官，不是高位，不是重镇，不是通往中枢的阶梯，它只是帝国官僚系统底部的一颗小钉子。这就是现实的折算方式。在演义里，500人打5万人，关羽、张飞一出手就斩将破敌，到了制度手里，这份功劳被换算成一个县尉。故事突然冷下来，这不是写刘备没用，恰恰相反，这是把刘备的处境写准了。他终于被看见了，但看见不等于接纳。一个没有门第、没有靠山、没有州郡根基的人，靠战功挤进制度，只能先站在最底层。官府可以用他，可以赏他，也可以把他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上慢慢磨。刘备以为门开了，其实只是门开了一条缝。刘备到了安喜县，演义给了他一段很短的治理期，说他到县以后，与民秋毫无犯，百姓感化。刘备不是乱世里只会打仗的人，他一旦进入地方就能安民，这叫仁德的铺垫。但铺垫刚刚立住，督邮来了。督邮是郡里派下来监察县吏的官，位置不一定很高，但权力很要命，因为他不是来做事的，他是来检查你能不能继续做事的。
对刘备这种刚刚靠军功上来的小官来说，督邮就是门槛。演义写刘备出国迎接，督邮坐在马上不下，只用马鞭微微一指就算打理。到了馆驿，督邮南面高坐，刘备势力阶下。刘备刚刚打完黄巾，刚刚有了官职，刚刚被百姓认可，但在督邮面前，他又变回了一个出身可疑、资格不足，必须站在阶下等候审问的人。督邮问他出身，刘备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，自涿郡讨黄巾以来，大小30余战，颇有微功，因此得受此职。督邮听完大喝，演义里那句很重，汝诈称皇亲，虚报功绩。这一句话直接打在刘备最核心的2样东西上。诈称皇亲是打他的名分，虚报功绩是打他的战功。刘备靠什么走到这里？靠刘字，靠黄巾战功。督邮一句话把这2样都说成假的，这不是普通羞辱，这是资格审查。刘备退出来几次求见，督邮都不让见。这个时候，张飞喝了几杯酒，骑马从馆驿前经过，见50、60个老人都在门外哭。张飞问原因，老人说督邮逼迫县吏，要他们诬告刘备，百姓来替刘备求情，又被门人赶打出来。张飞听完火就起来了，他闯进馆驿，看见督邮正坐在厅上，把县吏绑倒在地。这一幕正好撞在张飞的性格上。张飞可以忍穷，可以忍苦，可以跟着刘备东奔西走，但他忍不了这种东西。一个什么都没做的人坐在高处，逼下面的人构陷一个真正做过事的人。他冲上去揪住督邮头发，扯出馆驿，拖到县前马桩上，折下柳条，劈头劈脸打去。这就是张翼得怒鞭督邮。从画面上看，这是痛快的，一个压人的官被一个暴脾气的人当街打了。但这场痛快背后是刘备处境的失败，因为只要鞭子落下去，就说明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在制度里解决问题了。如果刘备的功劳有用，督邮不敢这样羞辱他；如果刘备的官职有用，督邮不敢随便构陷他；如果制度还能公正顾家，张飞就不需要用柳条替他讨回尊严。鞭子不是力量的开始，鞭子是规则失效之后最后剩下的语言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差别，演义写的是张飞鞭督邮，正史不是。三国志先主传里写得非常清楚，先主求业，不通直入，复督邮，杖200，解受系其颈着马鞍，弃官亡命。也就是说，正史里动手的是刘备自己，不是张飞。刘备求见，督邮不让见，刘备直接进去把督邮绑了，打了200仗，又把官印绶带解下来系在督邮脖子上，然后弃官逃走。他说明早年的刘备不只是一个温和仁厚的人，他也有暴烈的一面。他能忍，但不是没有底线。他可以低头进制度，也可以在被羞辱到某个程度时直接把桌子掀掉。那罗贯中为什么要改称张飞？这就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叙事工程。罗贯中需要刘备成为仁德的中心，他可以被羞辱，可以受委屈，可以弃官远走，但他最好不要亲手把督邮绑起来打200仗，因为一旦刘备自己动手，读者会看见一个更复杂、更锋利的刘备。这个刘备更接近历史，但不够符合演义的人主形象，所以暴力被转移给张飞。张飞本来就是队伍里的火，他冲动、刚猛，见不得压迫，让他去打督邮，读者不但不会觉得突兀，反而会觉得痛快。刘备则保住仁厚，关羽再出来说一句判断。演义里关羽劝刘备，只及从中非其鸾凤之所，荆棘丛里栖不了鸾凤，意思是这个小小县尉的位置容不下刘备，但更深一层是这套制度也未必容得下他们这种人。刘备赶到时，张飞已经打了督邮几十下，督邮求救，刘备喝住张飞，取下印绶挂在督邮脖子上，责备他害民，然后弃官而去。这一挂很有画面，官印原本是身份，绶带原本是承认，可刘备把他挂到督邮脖子上，相当于把制度给他的那点承认原样还回去。不是不要前程，是这点前程太窄。他从桃园出来打黄巾，立战功，做县尉，原本像是走上了一条正规道路，可督邮一来，他就明白这条路不是给他这种人准备的。你可以替帝国打仗，但你未必能被帝国接纳。你可以有功，但功劳到了别人手里，可以被说成虚报。你可以是汉室宗亲，但没有足够的权力替你背书时，这4个字也可以被说成诈称。这就是门槛，他不拦所有人，他只拦那些没有根的人。从桃园结义到边督邮，刘备走过了一条很短的路，回头看这条路，结义、破贼、授官、遇辱、弃印，这不是一个小插曲，这是刘备第一次试图进入制度，又第一次被制度推出去。桃园告诉他，制度之外，人可以靠誓言结成共同体。出阵告诉他，共同体只要能打，就能被乱世看见。边督邮告诉他，被看见以后，你仍然可能进不了门。
所以刘备后来的路才会那么长。他不是没有试过走正规道路，他试过门开了，坎在那里。而几乎就在刘备被这道门槛挡住的时候，洛阳的中枢也正在面对自己的门槛。何进想杀宦官，却不敢自己动手，他也要借力，他也要找一把刀。只是刘备请的是兄弟，何进请来的是董卓。下期《三国演义》第2回、第3回。当一个人无法独自解决眼前的麻烦，他会想到借力，但他很少会在写信的时候想清楚，刀到了别人手里，凭什么那个人还听你的？当一个人无法独自解决眼前的麻烦，他会想到借力，借一个比自己更强的力量来碾碎比自己更顽固的敌人。这个念头出现的瞬间，一切看起来合理。你在困局之中，而远方有一把刀，你只需要写一封信，那把刀就会替你切开死结。没有人在写信的时候想过一个问题：刀到了别人手里，凭什么还听你的？中平6年，公元189年，大将军何进正在写这封信。何进的权力来源只有一个，他妹妹是皇后。演义写得干脆，何进本涂家之子，因妹入宫为贵人，生皇子辩，遂立为皇后，进由是得权重任。这句话的信息密度极高。涂家之子意味着没有氏族根基，因妹入宫意味着权力不是自己挣来的，得权重任，但重任二字的底下是空的。大将军在东汉是什么位置？外戚专属的最高军政职衔，名义上总领天下兵马，窦宪做过，梁冀做过，每一任大将军都权倾一时。但何进和他的前辈们有一个本质区别，窦氏、梁氏是累世公卿，门生故吏遍布州郡，而何进的家族在他这一代之前没有任何人做过官。他坐在帝国权力的最高节点上，却没有根系。他的命令能下达，是因为头衔；头衔能成立，是因为妹妹；妹妹能保住位置，是因为儿子是皇帝。这条链条里每一环都是别人给的。所以当宦官集团威胁到这条链条时，何进慌了，不是因为宦官太强，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太脆。何进要杀宦官，这个政治目标本身并不复杂。宦官的权力基础是皇帝的个人信任，先帝一死，这层信任就断了。新帝年幼，太后临朝，大将军辅政，宦官集团此刻是最虚弱的时候。问题在于何太后不同意，时常是与何家有旧恩，太后念亲，这个阻力说大不大？太后不签字，你就把事情做成既定事实，逼他追认。东汉100多年，外戚诛宦官干过不止一次。曹操看得最清楚，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记载他的原话：燕庶之官，古今已有，但事主不当假之权宠，始至于此。既治其罪，当诛元恶，一欲立足矣。何必纷纷招外将乎？欲尽诛之，势必宣漏，无见其败也。一欲立足矣，5个字把何进的问题拆到了最小单元。你要杀的不是拥兵在外的军阀，而是尽忠尽士，关键是快、准、不泄露，这是手术刀的活。但何进没有选手术刀，袁绍给了他另一条路，召外镇军队入京，以兵谏之势逼太后就范。演义里写袁绍的话：可召四方英雄之士，勒兵来京，尽诛燕术。这条路的诱惑在哪里？在于他看起来不需要何进本人承担任何风险。你不用亲自动手，不用得罪太后，不用担心走漏消息，你只需要等大军压到城下，所有人都会明白风向变了，太后签不签字都无所谓了。主簿陈琳的劝阻几乎是在喊大兵聚会，强者为雄，所谓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。何进没听，他选了那条看起来最安全的路，而所有看起来最安全的路都是把风险推迟到自己看不见的地方。何进招的不止董卓一路，史书里写他西招前将军董卓，又调王匡、乔瑁等外部兵力，还让吴猛都尉丁原烧孟津，以诛宦官为名向太后施压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真正危险的是董卓。董卓此时是什么人？前将军，领并州牧，手握西凉铁骑，这是帝国最能打的一支野战部队。他驻扎在河东，距洛阳不过数日路程。何进的信送到时，他正在等这样一个机会。《后汉书·董卓传》记载，董卓接到征召后，即日引兵赴京，没有犹豫，没有讨价还价。一个拥兵自重多年的边将，突然被合法的邀请进入帝国心脏，这不是他的风险，这是他的机遇。停在这里想一个问题，何进以为他在下一步棋，但这步棋的逻辑从一开始就是反的。你招一个有兵的人来帮你，他来了以后，他的兵听谁的？
听他的，他帮你办完了事，你让他走，他凭什么走？你拿什么让他走？你手里有比他更多的兵吗？没有。你有制约他的制度工具吗？没有。你把他请来，本身就绕过了所有制度。何进甚至没有等到董卓进城。8月，时常侍抢先动手，何进入宫，被宦官伏杀于嘉德殿。袁绍、袁术率兵反杀宦官，洛阳城内一夜火起，宫廷血流成河。少帝与陈留王仓皇出奔，最后在北邙一带被董卓引导。从这一刻起，皇帝落进了董卓的视线，也落进了董卓的军队半径里。董卓进洛阳的那一刻，他面前是一片政治真空。何进死了，宦官死了，少帝在他手里。洛阳禁军群龙无首，袁绍的兵不比他多，袁术刚放完火还没反应过来。在这个瞬间，整个帝国的中枢是一间没有锁的空房子。他做了3件事。第一件，收编何进的旧部，大将军的部曲失去主人，需要一个新的效忠对象，董卓张开手接住了他们。第二件，吞并丁原的并州兵，丁原的部将吕布杀了丁原，投奔董卓，这件事下一期再拆。第3件，废少帝，立陈留王为献帝。3步走完，他不再只是一个进京的边将，通往相国的路已经被他踩出来了，掌控天子，掌控军队，掌控官员任免。演义用大量篇幅写他进京后的暴行，废帝，镇杀何太后，夜宿龙床，糟蹋宫女，每一笔都在把董卓推向纯粹的恶。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拆开的问题，罗贯中为什么要这么写？演义对董卓的处理是一种非常自觉的叙事选择。如果你把董卓写成一个因为系统崩溃而被吸入权力真空的军阀，那故事就不好看了，因为这意味着没有人是罪魁祸首，坏的是系统，是何进的愚蠢，是外戚宦官100年拉锯的结构性崩盘。这个答案太复杂，也太令人不安。罗贯中需要的是一个起点，一个清晰的不可辩驳的恶，从这个恶出发，才能生长出后面所有的义。关东联军的义，曹操刺杀的义，三兄弟并肩的义，没有纯粹的暗，就衬不出后面的光。所以演义把董卓身上所有的结构性因素都抹掉了，不写他为什么能进京，只写他进京后多么残暴，不写洛阳权力真空的必然性，只写他个人的贪婪无道，不把何进的决策失误讲成制度崩盘的关键，只让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到董卓这个更显眼的恶人身上。《三国志·董卓传》裴松之注引典略里有一句冷静的评价：卓有才武，少以剑侠之名。这不是一个天生的恶魔，这是一个在西北军事体系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职业军人，粗暴务实，不讲文官规矩。他做的每一件事，收编散兵，废立天子，集中权力，都是一个军阀进入权力真空后最合理的操作。但合理不是好故事的素材，邪恶才是。这是演绎的叙事工程，给混乱一个面孔，给面孔一个名字，给名字一个道德判词。观众不需要理解系统为什么崩溃，他们只需要恨一个人。从何进写出那封信到董卓坐上相国之位，不到2个月。回头看这条路径，何进手握大将军印绶，却不敢独立诛杀几个没兵没权的阉人。他选了一条不需要自己冒险的路，让别人带刀来，结果刀到了，他已经死了，而那把刀没有主人，就自己找到了鞘。邀请暴力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人，从来不是最后控制暴力的那个人，因为暴力一旦到场，他自己会寻找最短路径，那条路径不通向邀请者的目标，通向暴力持有者的利益。何进不是第一个犯这种错误的人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董卓的军队控制了洛阳，但他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：并州兵不是他的人。并州兵的主人叫丁原，丁原的手下有一个骑将，武艺冠绝3军。董卓看上了那个人，他准备出一个价，而那个人正在计算自己值多少。所有的忠诚都有结构，你以为维系一段关系的是情谊，是恩德，是日久天长里生出的默契，但如果仔细拆开它，去看那个人留在你身边的真正原因，多半不是你给了他什么，而是他在别处得不到更多。有些忠诚只有在没有更好出价的时候才看起来像忠诚。公元189年，洛阳城里，一个刚吞下帝国中枢的军阀正盯着城外一支不属于他的军队。董卓进洛阳后，面前还剩一个硬骨头。何进的旧部好收编，主人死了，群龙无首，谁给粮饷就跟谁。但丁原不同，丁原活着，并州兵就不是散兵。丁原不是散兵首领，他原是并州刺史，后为骑都尉，屯兵河内，手里有一支跟随他的并州武装。
三国志·吕布传写得很简短，刺史丁原为骑都尉，屯河内，以部为主部，大建清代。他的部队屯在河内一带，离洛阳不远，是董卓进京后必须处理的一支外部武装力量。何进召外部兵力入京施压，丁原也是这场外兵入局的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丁原和董卓都属于这场权力危机中被卷入京畿的外部军事力量，区别在于董卓抢先一步拿到了天子，而丁原慢了半拍。这半拍决定一切。天子在手就有合法性外衣，丁原手里只有兵，兵对兵，西凉骑兵未必怕并州人，但董卓不想打，打赢伤元气，打输更不必说。他需要一条成本更低的路，他看见了吕布。演义写这场收买笔墨极浓，董卓大喜，便令李肃积了好马并黄金、珠宝、玉带来见吕布。李肃是吕布同乡，充当中间人。部见赤兔马，大喜。李肃随后开口：丁原不过一区区小吏，何足依靠？以将军之才，何不归附董公？吕布杀丁原，提首级来见，董卓大喜，封部为骑都尉，两人结为父子。叙事框架极其清晰，吕布见利忘义，被主求荣，赤兔马是诱饵，黄金珠宝是价码，一个人为了身外之物杀了义父。正史的记载冷淡得多，《三国志·吕布传》卓以部见信于原，右部令杀原，部斩元首一卓，卓以部为骑都尉。没有赤兔马，没有珠宝玉带，没有李肃做说客的长篇对话。这件事在正史里极短。董卓看中吕布被丁原信任，又知吕布杀了。赤兔马是罗贯中家的，这匹马不是在记录事实，是在定性。他把吕布的行为锚定在贪财好物的道德判词上。有了这匹马，观众不需要思考结构性问题，只需要鄙视一个人的品格。一个叙事工程上的小零件，焊死了2000年的解读方向。义父子，演义中吕布一生的标签，先认丁原为义父，杀之；再认董卓为义父，又杀之。三姓家奴从张飞嘴里骂出来，一骂近2000年。但义父子到底是什么？演义把它写成道德契约，你认了义父，就背上忠诚的债，背叛就是大逆不道。这是用儒家宗法伦理的框架去解释一种军事体系里的人身依附关系。汉末真实的军事结构里，义父子更接近一种雇佣关系的升级包装。东汉末年的武装力量主要依靠私兵部曲，将领用个人资源招募供养士兵，士兵效忠将领而非朝廷。在这套体系里，将领与核心武将之间需要一种比普通上下级更紧的纽带。义父子就是纽带的最高形式，用你血缘关系来强化人身依附，使核心将领的忠诚度高于普通部属。但它是用来加固的，不是用来创造的。忠诚的底层始终是利益交换，将领提供官职、财富、上升通道，武将提供刀和命。义父子这个名号是锁住已有的利益关系，使它看起来像血缘一样不可撕裂。锁有用，但锁不改变力学。当外力大到足以掰断锁扣，锁就是一块废铁。丁原能给吕布什么？主簿不是普通小吏，而是贴近主帅、掌文书机要的亲信位置。它说明丁原信任吕布，但他的上升空间有限。丁原本人是什么处境？一个失势的外镇将领，在洛阳毫无根基，前途未卜。而董卓能给什么？骑都尉，后来是中郎将，再后来封侯。董卓本人是什么处境？帝国实际掌控者，手握天子与全部资源。两个雇主之间差距不是一星半点，而是天花板本身的量级不同。吕布做的事情在现代语言里有个不太好听的名字，带着核心资产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。只不过这个时代的跳槽方式是杀掉前任老板。罗贯中在第3回就把吕布钉死在耻辱柱上，这不是随手的叙事选择。整部《三国演义》的核心价值是义，关羽是义的正极，降汉不降曹，千里走单骑，华容道放人。但正极要成立，必须有副极对照，没有对照，正极就失去了重量。吕布是那个副极。关羽的忠义之所以能被感知为伟大，是因为读者已经见过另一种选择的存在。有人会为一匹马杀义父，关羽拒绝了利益诱惑，选择了那条更难走的路。他的选择之所以动人，恰恰因为读者知道不选是多么容易。如果所有人都忠诚，忠诚就不稀缺，不稀缺就不动人。所以吕布的背叛必须在最早的章节出现，必须写得极端。赤兔马一送就判，没有犹豫，没有挣扎，没有内心戏。罗贯中不给他一句像样的自我辩解，因为一旦你开始描写犹豫，观众就会理解，理解就会同情，腹肌的纯度就被稀释了。
这是一个叙事工程上的判断，吕布必须简单，必须彻底，必须让人从出场就记住此人不可信。后面100多回里，每一次提起他，读者脑子里第一个反应永远是那匹马和那颗人头。标本做好了，义的2尺就立住了。把视野拉远一步，吕布杀丁原之后，丁原这支力量失去首领，至少其中最关键的武力资源，吕布和他能带动的部曲转向了董卓。没有人替丁原报仇，没有哗变，没有溃散，一支军队平滑地从一个主人转移到另一个主人手中。为什么？因为并州兵效忠的对象从来不是丁原这个人的德行或恩情，他们效忠的是一个分配系统，谁能养我，谁能给我立功的机会，谁能让我的刀有用武之地。丁原是这个系统的节点，现在节点换成了董卓，对士兵而言，管道换了，水照样流。吕布杀丁原不只是换了自己的老板，也让丁原这支武装的权力结构瞬间塌了一块。董卓要的正是这个缺口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做的事情更接近并购，这才是汉末军事体系最深处的脆弱。所有的忠诚都附着在利益结构之上，结构一变，忠诚就重新排列。你以为你养了10年的兵是你的人，但只要有人出更高的价，或者你死了，他们在1天之内就能变成别人的人。整个乱世，这件事会反复发生，不只是吕布。从董卓看见吕布到丁原人头落地，演义里不过几页纸，正史里不过2行字。一匹马，如果你信演义的话，一个更大的平台；如果你看真实的厉害，一身义父，轻得像纸，撕的时候连响声都没有。忠诚不是一种品德，它是一种均衡态。所有的力平衡时，人留在原地，这叫忠。某个力突然变大，均衡破了，人就移动。移动的速度和幅度因人而异，但力学不因人而异。吕布只是移动的比所有人都快，比所有人都不遮掩。后面30年，这种移动会以100种面目反复上演。有人换了一套说辞，有人多犹豫了3天，有人动刀之前先哭了一场，结果没有区别。并州兵归入董卓麾下，洛阳再无第2支可以制衡他的军事力量。他开始加速，废地、迁都、焚城，每一步都在把自己推向所有人的对立面。而关东诸侯的联军正以讨贼之名集结，那面旗帜上写的是正义，旗帜背后站着的是各怀算盘的野心。每个庞大的事业都需要一个孤独的起点，你很难接受一件事从第一天就是精密的、算计的、多人协作的流水线。你需要看见一个人在所有人沉默的时候站出来，孤身一人面对不可能的局面，哪怕他失败了，尤其是他失败了，那个画面也比成功更动人。因为孤独本身就是英雄的证明，它证明这个人和所有人不同。公元189年，洛阳，满朝文武在董卓面前俯首，其中一个人据说怀揣一把刀。演义第4回，曹操向司徒王允借了一口宝刀，7星宝刀，声称要入相府献刀，真实意图是行刺。操藏刀来至相府，问丞相何在？从人云，在小阁中。操进入，见董卓面向床坐，吕布侍立于侧，场面写得极紧。董卓体胖，不耐久坐，倒身而卧，吕布侍立在旁。曹操等吕布离开，拔刀欲刺，不想董卓从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，猛然回头，操惶惧，乃持刀跪下曰：操有宝刀一口，献上恩相。一场刺杀变成一次献礼，曹操全身而退，借失马出城门，一路狂奔。等董卓回过味来，派人追捕，人已经跑了。这段写得极好看，节奏、悬念、极致、逃亡，所有通俗叙事需要的元素都在。只有一个问题，它是假的。翻开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，关于曹操离开洛阳，只有一句：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，御宇记事，太祖乃变异姓名，兼行东归。董卓给了他一个官职，想拉他参与决策，曹操没接，改名换姓，走小路离开了洛阳。没有七星刀，没有王允密谋，没有刺杀未遂，没有献刀的极致，没有吕布追赶，一个字的暗杀动机都没有。裴松之注引材料里，曹操的判断也很清楚，董卓势大，不是此刻能靠一人之力解决的。董卓现在还不是能被打败的时候。这句话的意思恰恰是，曹操没想过单枪匹马解决问题，他判断的是时机和力量对比。结论是现在不行，于是走了。走不是逃，更不是刺杀失败之后的亡命，是一个清醒的人做了一个清醒的判断，留在这里没有用，回去才能做事。正史里的离开太冷，太理性，太不好看。
一个人听说朝廷被军阀控制了，判断时机不到，悄悄走了，回老家招兵去了。这当然是正确的决策，但他没有画面感，没有冲突，没有让人屏息的瞬间。他是一个 CEO 的战略撤退，不是一个英雄的起点。罗贯中需要一把刀，因为在这一刻，演义面临一个叙事工程问题。曹操即将成为三国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他后面会做的是挟天子、征四方、建魏国，全是系统性工程，是组织，是制度，是耐心。但一个人物的第一次单独亮相不能是系统，读者需要先看见个人。你必须让他做一件事，这件事只属于他一个人，不是调兵遣将，不是组织会议，不是写奏折，而是一个人一把刀走进虎穴。刺杀董卓这个虚构场景精确地完成了3个叙事功能。第一，证明他敢。满朝公卿束手无策时，这个人拿起了刀，不管成没成，行为本身就是等级划分。他和那些只会哭只会骂的人不一样。第二，证明他能。失败之后，他能在电光石火之间编出献刀的说辞，极致随机应变，就为后面100多回里曹操所有的临场决断做了性格预埋。第三，给他一个失败的起点，刺杀没有成功，但正是失败才让他走上另一条路。如果他一刀成功杀了董卓，故事就结束了。失败迫使他出逃，出逃才有后面的亡命、招兵、起事。失败是通向宏大叙事的那扇门。一个虚构的场景，一次未遂的刺杀，完成了全部人设奠基。这把刀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叙事功能，接续一个古老的文学谱系：荆轲刺秦，专诸刺王僚，豫让栖身吞炭。中国叙事传统里，刺客是一种精确的人格符号，它代表微小个体面对庞大秩序时的最后一搏。读者对这个符号的情感反应几乎是确定的，悲壮、孤绝，即使没有成功，也依然保留着一种虽败犹荣的光芒。罗贯中把曹操塞进这个符号里，他让曹操在出场的第一个单独段落里借用了刺客的全部美学资源，孤身入敌营，性命悬一线，功亏一篑，全身而退。读者在这一刻看到的曹操和荆轲是同一类人，一个把命拿在手上赌的人，这笔道德存款非常重要。因为从下一回开始，曹操就要做不好看的事了，杀吕伯奢一家，说出宁叫我负天下人。如果没有献刀那场戏的铺垫，读者对曹操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冷血的杀人者。但有了那场戏，读者会犹豫，这个人刚刚还冒死要为天下除害，他不是单纯的恶人，他只是复杂。先给你看他最好的一面，再让你看他最坏的一面，人物的层次感就出来了。叙事工程的精度就在这里。一场虚构的戏不只是为当下服务，它为后面50回的人物弧线铺了第一块砖。让我们把虚构剥掉，去看真实的曹操在189年做了什么。他离开洛阳回到陈留，陈留是他的根据地，不是因为封地，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人叫魏资。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是语，陈留孝廉魏资以家财资太祖拾起兵，散家财招义兵。曹操真实的起点不是一把刀，是一笔钱和一套组织工作，找人出资，招募兵员，建立最初的指挥架构。这件事远没有孤身行刺好看，它甚至有点寒碜。一个前朝廷命官回到地方上，像一个创业者那样筹钱拉人，但他才是真实的。权力的真实起点从来不浪漫，它是资源整合，是说服别人把身家性命和你绑在一起，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夜晚一件一件地把事情做出来。没有观众，没有悬念，没有衣带中的铜镜反射出一道寒光。曹操的真正起点是他说服了一个叫魏资的人把家产压在自己身上，这件事的难度比行刺大得多。杀一个人只需要1瞬间的勇气，让另一个人相信你值得托付全部身家，需要的是信用、判断力、可预见的回报，以及对方对整个时局的共识。一个人能让别人拿命来赌他的未来，这才是曹操真正的能力。演义不写这个，因为它不好看。所以我们有了2个起点，演义的起点，一个人，一把刀，一个决断的瞬间，独身犯险，英雄孤绝。历史的起点，一个人，一笔钱，一套说服逻辑，回到后方耐心经营。前者是文学需要的真实，人物需要立住，读者需要被抓住，英雄需要一个配得上他未来的出场。后者是权力运作的真实，没有系统支撑的个人英雄主义从来成不了事，一把刀改变不了一个时代的权力格局。罗贯中不是不懂后者，他只是知道读者先要被打动，然后才肯跟着你走120回。献刀是入场券，你为一个角色买了票，愿意在座位上坐下来看他接下来的所有故事，包括那些不那么光彩的部分。如果他的第一场戏是跑路回家凑钱，你可能连票都不会买。这就是虚构的价值，它不传递事实，它传递情感投资的理由。
从洛阳到陈留，真实的曹操走了一条没有刀光的路，没有七星宝刀，没有铜镜反光，没有献上恩相的极致台词，只有一个34岁的人在秋天的官道上快马东行，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：回去见自己的东西。这个画面不悲壮，但它比任何刀刃都锋利，因为真正改变了天下的从来不是刺出去的那一刀，是回去之后日复一日搭建起来的那套系统。一把刀的故事可以讲1个晚上，一套系统的故事要讲30年。曹操回到陈留，很快他散家财，合义兵，开始搭建自己的第一套军事系统。同一时间，关东诸侯各自起兵，打着讨伐董卓的旗号汇聚酸枣，联军声势浩大。盟主是那个4世3公的袁绍，但18路诸侯同聚一处，没有人真的想打仗，他们想的是另一件事。一群人聚在一起，说要做一件大事，每个人都说自己愿意，每个人都举了手，旗帜相同，口号相同，誓词甚至是同一天念的。从外面看，这是一支不可抵挡的力量，人数碾压，资源碾压，道义碾压。但你心里知道，这种事最后总是不了了之，不是因为对手太强，是因为内部有一条看不见的线，没有人愿意比旁边那个人多付出1分。当每个人都在等别人先流血的时候，这件大事就已经死了。联盟的极限永远是最不愿出力那个人的底线。初平元年，公元190年，关东诸侯各自起兵，会盟酸枣，讨伐董卓，声势之盛，前所未见。演义第5回，18路诸侯会盟，罗贯中写的仪式感极重。少整仪佩剑，慨然而上，焚香再拜，其盟曰：汉室不幸，黄冈失统，贼臣董卓，诚信纵害，凡我同盟，其心戮力，以至臣节，必无二致。有于此盟，彼坠其命，无可一遇，皇天厚土，祖宗明灵，时皆见之。读者看到这里，情绪是高的，终于有人站出来了。天下正义之士汇聚一处，声讨国贼，歃血为盟。但如果你把目光从誓词上挪开，去看那18面旗帜下面站着的人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这些人里面，有的带了3万人来，有的只带了几千，有的粮草充足，囤了半年的量，有的几乎是空手赴会。他们的地盘有的紧挨着洛阳，进军路线顺畅，有的远在千里之外，来本身就已经是一次冒险。他们的利益不同，风险不同，承受能力不同，唯一相同的只有一样东西，那句誓词，而誓词从来不打仗。盟主的人选没有悬念，重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。演义用1句话带过，仿佛理所当然。确实理所当然，但值得拆开看，这个当然背后是什么？袁绍出身汝南袁氏，这个家族在东汉政治史里意味着什么？4世3公，连续4代人官至3公之位，太尉、司徒、司空，这是帝国最高行政长官序列。自安以下4世居3公位，由是世倾天下。这是《后汉书·袁绍传》的原话。世倾天下4个字不是修辞，是结构性事实。东汉的政治运作依赖一张网，察举制度下，谁举荐谁做官，谁提拔谁进入中枢，形成错综复杂的恩主门生关系链。4代3公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4代人都在持续的举荐官员，安插门生，编织关系。100多年下来，帝国的中层和上层官僚里，有多少人直接或间接受过袁家的恩惠？这不是名望能概括的，这是一张覆盖半个帝国的人事网络。袁绍当盟主，不是因为他个人能力最强，不是因为他兵最多，甚至不是因为他道德最高，是因为在场所有人里，他是唯一一个能让大多数诸侯给面子的人。他家族的网络覆盖了在场几乎每一个人的政治履历。联盟需要一个协调者，协调者的权力不来自武力，来自关系网的广度。谁和在场最多人有交集、有渊源、有人情债，谁就是盟主。袁绍不是被选出来指挥作战的，他是被选出来维持体面的。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决定了这个联盟的命运。盟主是什么？在演义的叙事里，盟主发号施令，调兵遣将，谁不听就军法处置。袁绍做中军帐，各路诸侯听令而行，这是小说需要的画面，集中有序，像一支军队。真实的情况完全不同。酸枣会盟的本质是一次自愿联合，每路诸侯带着自己的兵，吃着自己的粮，扎着自己的营。袁绍没有任何强制手段能调动任何一家的军队。所谓盟主，更接近一个民意协调人。
大家承认你地位最高，但你不能命令我做我不想做的事。这就是联盟的结构性困境，有共识，无执行力。所有人都同意董卓该打，但具体谁先出兵，谁做前锋，谁负责后勤，谁在侧翼牵制，这些问题每一个都涉及实际利益的分配。先出兵的人承担最大风险，如果成了，果实未必归你；如果败了，损失全是你的。理性的选择是什么？等待，等别人先动。《三国志·武帝纪》记载了这个联盟的真实状态：诸军兵10余万，日置酒高会，不图进取。10余万兵马聚在一起，每天做的事是喝酒。不是因为他们怯懦，是因为在没有强制指挥权的联盟结构里，不动永远是风险最低的选项。每个人都在等一个信号，谁先动？你先动了，我才知道你是真的。但如果每个人都在等这个信号，信号就永远不会出现。联盟的极限就在这里，它不是最强那个人的天花板，是最消极那个人的地板。只要有一个人选择不动，其他人就有了不动的理由。在所有人置酒高会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出兵了。太祖以为不可，遂引兵西，将据成皋。曹操独自率部西进，试图抢占成皋、洛阳东面的战略要地。他带的兵不多，本部加上招募的义兵，满打满算不过数千。他向联军请求配合，没有人响应，结果也在预料之中。武帝纪到荥阳汴水，豫卓将徐荣与战不利，士卒死伤甚多。太祖为流矢所中，所乘马被创。曹操本人中箭，坐骑受伤，差点死在那里。从弟曹洪把马让给他，才得以脱身。这就是联盟里第一个动的人的下场。你流了血，身后10几万人在喝酒。演义把这段重新处理了。在罗贯中笔下，联军并非完全不动，他写了温酒斩华雄、三英战吕布，让前线有了激烈的战斗场面。但这些场面的主角是关羽、刘备，不是联军本身。联军的主体依然是坐在后面看戏的人。罗贯中知道真相，他只是需要在真相的缝隙里塞进英雄叙事。联军不动，但有人在动，只不过动的人不是那些诸侯，是刘贯章这种游离在权力结构边缘的人。这个安排本身就是第三层叙事的精密设计，让真正有资源的人暴露为自私的庸碌之辈，让没有资源的人展现英雄气概。权力越大越不作为，地位越低越有担当，这是演义贯穿始终的道德对比法。回到袁绍，他被选为盟主的原因，恰恰是联盟失败的原因。4世3公的人际网络让他能召集所有人，但同样的，网络也让他无法得罪任何人。他和在场每一方都有关系，有人情，有牵扯。这意味着他不可能做一个真正的统帅该做的事：强制分配任务，惩罚不服从者，牺牲某些人来保全整体。一个靠关系网维系的领导者，很难像真正的统帅那样强行得罪网络中的关键节点。他的权力基础就是那张网，损坏网上的任何一条线，就是在削弱自己的权力基础本身。所以袁绍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：维持所有人留在联盟里，维持表面上的团结，维持我们还在讨伐董卓这个叙事。至于实质进展，那不是他能推动的，因为推动意味着分配代价，分配代价意味着得罪人。《后汉书》里有一个细节，联军驻扎期间，袁绍的表弟袁术负责后勤供给，孙坚在前线率部进攻，袁术断了他的粮草。术为坚之强，不运粮，不是外敌击败了联军，是内部的猜疑和利益计算，从第一天起就在瓦解这个组织。袁术怕孙坚功劳太大，所以宁可前线饿肚子也不送粮。这件事袁绍管得了吗？袁术是他堂弟汝南袁氏的另一支，家族内部的分裂他无力弥合。这就是关系型领导力的极限，你能让所有人坐到一张桌子前，但你无法让他们真的做事，因为做事需要层级、纪律、赏罚，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关系最害怕的。曹操在汴水败退之后回到酸枣，他对联军说了一段话。演义没有详写这段话，但《三国志》裴注《引魏书》完整记录了曹操的战略建议：据成皋，塞还原，守太谷，分兵切断董卓退路，另遣一军入武关，威胁长安。没有人听，秒等不从。这段记载的意义不在于曹操的方案是否正确，在于他暴露了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分歧。曹操把联军当作一支可以协同作战的军队来规划，而其他人从来不这么看待自己。对曹操来说，联盟是工具，打赢才是目的。怎么分配任务，谁承担什么代价，都是为了打赢这个目标服务的。对其他人来说，联盟是保险，我加入联盟是为了确保在乱世中不落单，不被吃掉。只要联盟还在，我就是安全的。打不打赢董卓其实不是第一优先级，两种逻辑不兼容。从这一刻起，曹操明白了一件事：靠别人不行，
无论你的方案多正确，如果你没有能力让别人执行，正确就毫无意义。他需要的不是盟友，是自己的兵，听自己命令的兵。联盟从会盟到瓦解前后不到1年，没有一场像样的决战，没有一次全军协同进攻。董卓迁都长安，烧毁洛阳，从容西撤。留在他身后的是10几万喝了几个月酒的诸侯联军，以及一个已经开始互相攻伐的松散同盟。回头看这条线，会盟是面子，推袁绍是网络，誓词是仪式，置酒高会是本质，曹操出兵是例外，汴水败退是代价，无人响应是必然。从第一天起，结局就已经写好了，不是写在任何人的阴谋里，是写在这个结构本身的逻辑里。没有强制执行力的联盟，其上限永远等于最消极成员的下限。这不是关于东汉的规律，这是关于所有联盟的规律。联军散了，董卓走了，洛阳烧成废墟，关东诸侯从共同讨贼的盟友，一夜之间变成了彼此争夺地盘的对手。其中有一个人开始做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，不抢地盘，抢人。他要抢的那个人，此刻正在长安城里饥寒交迫。人需要排序。面对一群陌生人，你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了解每个人的全部，而是在心里迅速排出一个高低，谁最强，谁次之，谁垫底。这个排序未必准确，但一旦建立，它就成了你处理后续所有信息的框架。叙事者比你更清楚这件事，所以他不会等你自己慢慢判断，他会替你排好，用一个场景、一个动作、一个精确计算过的细节，把秩序定死在你脑子里。从那以后，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，其实你一直站在他替你搭好的梯子上。演义第5回，18路诸侯讨董，泗水关、虎牢关前2场战斗，一场是关羽温酒斩华雄，一场是刘关张3英战吕布。先看第一场，董卓部将华雄连斩联军数员大将，帐中诸侯惊惧，关羽请战，曹操为他斟下一杯热酒。关公曰：酒且斟下，某去便来。出帐提刀，飞身上马。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震，喊声大举，如天摧地塌，越撼山崩，众皆失惊。正欲探听，銮铃响处，马到中军，云长提华雄之头，置于地上，其酒上温。这是整部《三国演义》最有名的战斗场景之一。但你仔细看，罗贯中写了战斗过程吗？没有，他没有写一刀一枪，没有写双方过了几招，没有写华雄如何抵抗。整个战斗被压缩成了一个时间单位，一杯酒从热变温的时长，这是极其精确的叙事设计。罗贯中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关羽怎么赢的，而是关羽有多强。前者是过程，后者是定位。定位不需要过程，定位需要尺度。尺度是什么？是华雄之前连斩数将，潘凤、于涉、祖茂这些人名字出现的唯一意义，就是替华雄建立高度。华雄杀他们越轻松，华雄本身的等级就越高，而华雄的等级越高，关羽斩华雄就越有分量。然后罗贯中做了最关键的一步，不写过程。如果写了30回合击败华雄，关羽是比华雄强一些；如果写了10回合，是强不少。但如果连过程都没有，酒还没凉人头已经扔在地上了，这就不是强的问题了，这是碾压，是2个世界之间的差距。不写比写更重，这是排序的第1条规则，速度定义等级，越快等级差越大。不给你看细节，就是在告诉你细节不值得看。第2场虎牢关，吕布出阵。罗贯中这次改了写法，他不再用不写来制造碾压感，而是反过来写得极其详细。张飞先出，与吕布大战50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关羽加入，2人夹击30回合，仍然拿不下。刘备上马，3人围攻，吕布这才价格遮拦不定，败走。注意这个结构，关羽一杯酒灭华雄，但关羽加张飞2个人打了30回合，依然无法击败吕布，必须再加刘备，3人合力才逼退。这2场戏并排放，排序就完成了。吕布大于关羽加张飞，大于关羽，大于华雄，大于联军诸将，一条完整的武力阶梯，2场戏钉死，贯穿全书，不需再解释。从此以后，任何人物的武力要被读者理解，只需要放到这条梯子上比一比。他能打几个回合的吕布级别？他是华雄级还是关羽级？这不是战斗描写，这是刻度建立。罗贯中在第5回做的事儿，相当于在一本书的目录前面放了一把尺子，后面所有的武力叙事都在用这把尺来度量。现在翻开正史，讨董战役中真正打了硬仗，正面击败董卓军队的人是谁？不是关羽，不是刘备，是孙坚。《三国志·孙破虏传》，坚负相收兵，合战于阳人，大破卓军，骁骑都督华雄等。
华雄确实死了，但杀他的是孙坚，不是关羽，而且不是单挑斩杀，是孙坚吕布在洋人聚义战中击破董卓军，华雄是这场战役中被斩杀的敌方将领之一。不仅如此，孙坚是整个讨董联军里唯一一个真正推进到洛阳近郊的人。他先败后胜，连续击破董卓军，最终进入被焚毁的洛阳城，修复了被董卓破坏的汉室宗庙，兼入洛阳，修筑陵墓，平塞卓所发掘。这是整个讨董战争中最实质性的军事成果，全部属于孙坚。而演义里，孙坚在这几回做了什么？他几乎是隐形的。温酒斩华雄的功劳归了关羽，正面击退吕布的场面给了三兄弟。孙坚最重要的戏份被推到了后面，捡到传国玉玺私藏，被袁绍追讨。一个军事英雄在演义里被改写成了一个因传国玉玺暴露野心，从战场英雄转向权力赌徒的人。罗贯中知不知道正史？当然知道，他读过《三国志》，他清楚斩华雄的是孙坚。那为什么要改？因为他在做一件比还原事实重要的多的事儿，建立主角。第5回是全书的第一个战斗高潮，观众或者说读者在这个时刻形成的印象会锚定整部书的情感重心。谁在这个场景里最出彩，谁就是读者心中的主角。如果如实写孙坚破敌，读者记住的就是孙坚。但孙坚在演义的叙事蓝图里不是主角，甚至不是第一梯队，他是孙权的父亲，是东吴的前史，是一个交代性人物。把最燃的战功给他，是叙事资源的浪费。刘关张才是演义的叙事核心，他们必须在最早的高潮段落里建立存在感，而且不是普通的存在感，是碾压级别的强和团结协作的美同时建立。温酒斩华雄建立个体武力，三英战吕布建立团队默契，两场戏合在一起，完成了刘关张作为主角团的全部初始设定。他们既有压倒性的个人能力，又有其他人不具备的凝聚力。而孙坚的功劳被拿走，不是因为罗贯中讨厌孙坚，是因为叙事资源有限，一个高潮只能服务一组人物，罗贯中选择了他的主角。退远一步看，罗贯中在第5回建立的不只是关羽很强或吕布最强，他建立的是一套覆盖全书的武力评价系统。这套系统的规则是单挑定胜负，正史中几乎不存在的战斗形式，回合数定差距，顶级高手之间用平手制造悬念，用几人合力定天花板。有了这套系统，后续200多万字的战争叙事就有了底层秩序。读者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判断这场谁能赢，他只需要查阅第5回建立的那把尺子。赵云长坂坡7进7出，很强，但他没有正面打过吕布，所以天花板不确定，留有悬念。张飞当阳桥吓退曹军，威猛，但他的强被放在猛的框架里，关羽的强则被放在义和神速斩将的框架里，两人强法不同，所以不会互相替代。关羽过5关斩6将，用数量重复强化碾压印象，但对手等级不高，所以不触及吕布的天花板。每一场后续战斗都在这个框架内运行，框架是第5回一次性打好的，这就是叙事秩序的意思。它不是反映现实中的强弱，它是创造一个读者可以信任的规则世界。你信了这个规则，你就进入了演义的逻辑。从此以后，你评价任何一个武将用的都是罗贯中的尺子，不是你自己的。正史里的战争不是这样的，正史里的胜负取决于兵力、后勤、地形、时机、士气，取决于系统，不取决于某一个人的武力值。但系统太复杂了，系统不可感知，系统没有画面。单挑有画面，酒上温有画面，3人围攻有画面。叙事者永远选择画面，因为画面产生记忆，记忆产生秩序，秩序产生信仰。但这套系统是有代价的。当读者接受了武力值决定战斗结局这个前提，他就很难再理解真实战争的逻辑。关羽后来失荆州，读者的第一反应是他怎么可能输？他的武力值那么高，于是只能归因为大意。因为在演义建立的规则里，实力碾压的人不应该输，输了就只能是主观失误。罗贯中自己也被这套系统困住了。到后期叙事中，当他需要解释强者为什么失败时，只能不断使用骄傲、大意、轻敌这类主观归因。结构性的失败，兵力不足，战线过长，后方不稳，在演义的等级系统里找不到位置。这是所有排序系统的内在矛盾，它简化了理解，也堵死了复杂性的入口。孙坚在正史里的胜利是系统性的，他善治军，能服众，敢身先士卒，又恰好面对了董卓后方不稳的战略窗口。这里面没有一杯酒的浪漫，没有3人合力的美感，但它是真实的。真实太复杂了，叙事不要复杂，叙事要一把尺子，量遍天下。第5回2场虚构的战斗，没有一场发生在真实的历史里，
但他们完成了比任何真实战役都更持久的工程，在1000年的读者心中建立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武力秩序。吕布最强，关羽次之，刘关张合则无敌。这个秩序如此牢固，以至于后来民间武评里才会出现一吕、二赵、三典韦这样的说法。哪怕很多人没读过《三国演义》，也知道吕布必须排在最前面。罗贯中在第5回放下了那把尺子，此后600年，所有人都在用它丈量英雄。没有人问过这把尺子是谁造的，它量的是真实，还是一个人希望你相信的东西？叙事的功能从来不是还原事实，是在你心中建立秩序，然后让你忘记这个秩序是被建立的。华雄死了，吕布退了，联军的高光时刻到此为止。接下来等待这18路诸侯的不是胜利，是一封来自洛阳方向的消息。董卓烧了一切，带着天子西迁长安，联盟最后的遮羞布被扯掉了，没有了共同的敌人，盟友之间的刀比对面磨得更快。